若时间能倒退一点，拥抱是否更珍贵？若明天又在不断重演，辜负了昨日的冒险，就算偶尔感到一些疲惫，别让往事和胆怯成为你身上的累赘。人生每个出现都是体会，我们化作了蝴蝶，写下方位，穿过那片云烟。怎么那么多啊？这是您入住套房3天的价格，你之前已经付了1000块的 deposit， 所以剩下的总数是2942块2毛。谢谢。不好意思，黄小姐，您的卡好像刷不过哎。怎么可能啊？我已经试了几次了。那你先刷2000吧，别的我付现金。OK， 过来，这个我帮你算吧。不好意思，黄小姐，还差个7块2。一共7块5，多余的就当小费吧。小姐，一个人呐？是啊，既然现在不用死了，总不能在酒店待着吧？那你想去哪里呢？没有地方可以去，钱都花光了。我孤身一人沦落他乡，不知道会不会像上次一样遇到坏人。哦，你大可以放心。相比之下呢，新加坡还算是安全的。你看街上到处都有 CCTV， 更何况 Megan 说你是打不死的小强。凭你一身高强的武功，我相信一般的新加坡人都不是你的对手。不过，我这次走了以后，也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和你再见面。我这2天和你在一起真的挺开心的，真的。也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遇上像你这么关心我的人。唉，其实呢，我现在租的那个房子，勉强还可以挤1个人。要是你不介意的话，不介意。我都还没有说完。没说。那约法3章，你要是搬进来住，那些什么定金啊、押金的，我就不收你了。但是你一定要答应我，每个月必须要准时缴房租。你当然不能白吃白住，必须要跟我分担家务，是我的强项，交给我。以后都不许说谎。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？你别听那个八婆乱说，我对你是最真诚的。那好吧，条件算是谈妥了。
欢迎你。这样以后也不需要害怕了吧？我们回家吧。我们回家吧。哎，你知道家往哪个方向走吗？不知道。你对，是这里。走吧。哇，这一带环境还不错哎。我也才刚搬来2年。哎，我告诉你哦，在这里生活呢，千万记得要懂得入乡随俗，要遵守规矩。还有哦，说话要小点声。这就对啦，千万不要打扰到别人。要是被人投诉的话，那就麻烦你了。真不知道这些人为什么那么喜欢投诉啊？我跟你说，我国家的人呢，我们都不爱投诉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就算投诉了，也没有人会理你。这里的人喜欢投诉，大概是因为相关单位办事有效率吧。哎，你好，我是新搬来的。哦，他听不懂中文。Hello， 嗨嗨嗨嗨。别忘了，不是才刚告诉你。哎呀，说话小声一点。这边。哎，小心一点。欢迎来到我们的家。哇，好美啊！哇塞，你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子啊？你也太舒服了吧！我也觉得自己很幸运，遇上了好的房东。最后一间房间呢，是房东自己留来收藏杂物用的，所以平时都不打开。这里呢，就是我们的偏厅。这个地区很方便的，超市啊、小贩中心，甚至是地铁站，走几步路就可以到了。吃的、用的、穿的，基本上样样都有，这个很可爱吧？啊，对了，哎，那个家里的钥匙，我明天再给你配一套。好啊。其实我的要求不高的，只要有个住的地方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哎，那我睡哪？哇，舒服吗？舒服。这里就一间房，我们就一起睡吧。好啊。哎，我习惯睡右边，你没问题吧？可以呀。啊，我早上用厕所至少要半个小时，你应该也没问题吧 ？OK。你晚上睡觉会不会打呼噜？哦，空调开多少度？我一般开24度，你没问题吧？没问题。耶！哦，还有最重要的一点，厨房在哪？厨房。啊。不错不错。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嘛。哎，你平时都自己做饭吗？我只有放假的时候才会自己做吧。你以后啊有口福了，我跟你说哈。我们家都是我负责3餐，以后有我黄丽椒在啊，包你吃遍大江南北。好啊，就这么说定。你有时间的话，我们就去逛超市，你煮，我吃。没问题啊，我已经决定了，我黄丽椒要在这里好好开始新的生活。小声一点。投诉。最近就是觉得喉咙有点卡卡的，头有点晕，可能是我工作太累了吧。还有呢？胃口有点不太好。哦，对了，我之前摸这里的时候好像长了一颗什么东西，不过现在摸一下又好像没有了。我帮你看看。那粒东西还在，你只是没有发现。怎么了？我没事吧？现在这个阶段还不好说。大姐，你是肿瘤专科，你不要吓我啊！你认真的？我有什么问题？大家都是朋友，你可以直接告诉我的。可以的话，你今天留下做个切片检查。今天那么急？以策安全，免得你胡思乱想。
帮你。没事，我自己来。Royce，Megan 刚才打电话回来说，下午的会议要取消。他有说是什么原因吗？没有。你这2天为什么都不回我的信息？工作忙。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？是不是因为那天晚上？那天晚上是一场意外，我当时喝多了。我不希望这件事影响我们同事之间的关系。对不起。其实你没有必要为了那件事情辞职啊。都已经决定了。要不要我帮你跟 Grace 说2句好话？真的不用了，其实我早就已经想要走了，只是待的时间越长，就越舍不得这里的人事物。最舍不得的就是你。那你打算怎样？回家吗？当然不可以回家，这件事情我妈妈不知道的。哎呀，反正我也很久都已经没有放假了，我想说，不如趁这个机会一边找工作，一边度假，那也挺好啊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竟然有点羡慕你啊。我知道。找到工作后记得通知我啊。嗯，知道了。好啦，我走了，拜拜。就算偶尔需要一点安慰。就一个袋子。15年的记忆，就只装满了一个袋子。走吧。是不是舍不得啊？当然，但是我知道也是时候要走了。不过，如果我不是在这个地方上班，我也不会有机会遇上你，1511房的常驻怪客。那时候不管我怎么跟你说话，你总是正眼都不看我一眼。先生，这是您的账单和信用卡。您预定去机场的德士已经在楼下等候了。Hello reception, how can I help you? 1511的房客退房了吗？他的护照还留在房间里面。哦，那你赶紧拿下来，我现在马上去追他。Sorry， 哎，李先生，他的护照，他的护照，谢谢你啊。去机场。
李先生，李先生，李先生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你的护照，你的护照落在了酒店。不用客气。我那天看起来是不是很狼狈啊？是有那么一点。人家原本还想给你留个好印象，谁知道？我喜欢是你的人，又不是那个样子。我一直都以为你是贪图我的美色的。你有吗？讨厌！我回来啦！哎，回来啦！介绍一下，这位呢就是跟我有同样名字的女人，叫黄丽娇，我男朋友哲毅。男朋友？你好，你好。哎呦，对不起。没事。上个洗手间。我这个这么帅啊！就是你没有傻上你看出来是个钓帅哥的高手。钓什么帅哥高手？哎，你们在一起多久了？我告诉你。哎，最后一道。哇，这是3个人的分量吗？黄丽娇？我妈说了，进门都是客，有客人来家里一定要好好招待。不需要太客气。哎，你别误会啊，我是说我是客，你们才是主。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。这个你们就当做是为我庆祝欢迎我啊。那好吧。哎呀，当然啦，也是要庆祝阿邦脱离了那个鬼地方，可喜可贺。就凭你这句话，我今天一定要把整桌子的菜吃完。好，来吃一个生煎包哦，还有这个是刀削面，都是从零开始做起的吗？对呀。哎，哲毅，来。好，来，谢谢。好吃，黄丽娇。怎么样？很好吃。是吧？开眼界了吧？我呢，除了长得不错以外，另外一个优点就是厨艺了得。阿邦以后有了我这个室友，不愁没饭吃的。你就放100个心吧，哲毅，我肯定把你们家阿邦养得白白胖胖。哎，不用了，我不要白白胖胖。好啊，反正你那么瘦，多吃点。你是在投诉我吗？多吃点，来，多吃点，再吃一个。谢谢。你看，这嘴巴都脏了，像小孩子一样。谢谢。我什么时候才可以找到一个帮我擦嘴巴的男朋友？人家说进门都是客，你就勉为其难帮人家吧，帮他擦嘴巴。哎，不，我自己擦。哎呀，既然今天大家那么开心，我就以饮料代酒，敬2位一杯，祝2位白头偕老，永结同心。那我祝你们2位早日找到工作，前程万里。那我就祝大家美梦成真吧，心想事成。送下楼都要半个小时，你们说我多缠绵啊！他最近工作比较忙嘛，我们都没什么时间见面。所以见一面就难分难舍喽。不要再玩我了好不好？哎，你们在一起到底有多久啦？2年。你主动，他主动？不要跟你说。哎呀，不行，你说嘛！哎呀，不如你说嘛。我们2个人都失业那么久了，你是不是要开始找工作了？其实你要不要考虑自己开餐厅当老板娘？你煮的东西真心好吃。但想想其实也不太对，要开餐厅需要一大笔资金，追根究底还是得先打工存一笔钱才可以。我是比较想找一个餐厅的老板当男朋友，这样我就可以爱情事业2者兼得。啊，世界上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？有，只是还没轮到我嘛。哎呀，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像你那样找到一个对自己好又可以依靠的人？我帮你算算。几天后吧。哎呀，
不过你说哲一那么优秀，他有没有弟弟啊？没有，哥哥呢？没有。爸爸，不是吧你？我倒不介意当别人的后妈，爱情这种事情哪有年龄限制啊？说不定你到时候还要叫我一声妈呢。我的妈呀，你这脑袋到底在想什么东西？跟你说到实在，真是，你说，我们两个和那个八婆同名同姓，为什么差别就那么大呢？她当律师是专业人士，我们两个是失业人士。哎呀，真是造化弄人呐！你这个问题实在是太有层次了。我得先去洗个澡，认真思考一下。你得了肺腺癌，Megan。你说什么？我简单跟你解释。你肺部的情况还好，只有一小部分有肿瘤，只是因为扩散到了支气管，所以你的喉咙会不舒服，一直会有卡卡的感觉。情况有多糟糕？第3期、第4期是末期。还有多少时间？你不要这么悲观。我有很多像你这样的病人，接受治疗之后都熬过去了。最重要的是，你自己不要放弃。我身体一直很好的，我没有抽烟，没有不良嗜好。从医学角度来看，一个人会患上癌症，可能是因为基因或者环境的影响，一些事情都还没有确切的答案。你只要尽早接受治疗，还是会有治愈的可能。一般来说，我们可以用免疫疗法或化疗。我不要化疗。那我们可以先试试免疫疗法。过程中我们会持续观察，再看看有什么方式最适合你，这样好不好？我还有其他选择吗？那15号好不好？我叫护士帮你安排。你回去和你家人商量一下，到时候至少有个人陪在你身边。10号季风集团的 Madam 来会过来，到时候我们大家见个面。15号要和他们集团的管理层开会。你说几号？15号，开会。怎么？你有事吗？没事。有什么问题你可以找我商量啊。这次我们把希望都压在你这张王牌身上。我知道说加油没有什么实际的帮助，不过你还是加油吧。还没回家？
工作归工作，别忘了明天约了你爸和我妈吃饭。我们能改期吗？干嘛？你该不是又不想结婚了吧？当然不是，只是这几天忙着把工作交给其他人，有点忙不过来。你没事吧？我看你的状态好像不太好。没事，会有什么事啊？你别开车，我送你回家。今晚早点回家休息。要是累坏了我的未婚妻怎么办 ？OK。他为什么在这里？是我让书生陪我过来的。我们今天约了 Royce 他们谈婚事，你叫一个外人来干嘛？啊，其实我今天刚好有约，我先走了。有什么比女儿结婚更重要？谁是他女儿 ？Uncle。Royce， 我订了包厢，我们先进去吧。好啊。走吧。安哥，请。谢谢。我和 Megan 已经决定要结婚了，以后大家都是一家人，所以先见个面。其实啊，早就应该去拜访你了，但是我还真没听过 Megan 提过他爸爸的事。现在的年轻人都很有自己的想法，孩子长大了，自然有自己的生活。我们当家长的也要识趣，尽量和孩子保持安全距离。说的也对，尤其你们 Megan 个性傲慢，又不太好相处，应该很讨厌别人管她。我想你这个当爸爸的也不容易吧？其实 Megan 只是性子比较急，不拘小节，才会让人误会。你看看我这儿子，还没结婚啊，就帮着他。老实说，你们要结婚，我还真的有点意外。前阵子不是说要达成目标、完成理想才结婚的吗？怎么忽然间又改变主意啦？是啊，怎么突然改变主意？可能我这个人比较叛逆，别人越不想我做什么，我越想做什么。其实是因为我了。Megan 的条件那么好，又有那么多人追求她，我怕再不结婚的话会被别人抢走。Royce 啊，我就只有这么一个女儿，我相信你们结婚之后，你一定会好好照顾她。我对你有信心，也很放心把女儿交给你。谢谢安哥。还叫安哥，都快是一家人啦。未来亲家，老实说，你放心，我可不放心。婚姻毕竟是两个人的事，要一起经营的，总不能只有我儿子一个人牺牲和忍让，你说对不对？你说的对，这是两个人的事。今天你让我，明天我让你。他们两个已经在一起那么久了，我相信他们有他们自己相处的模式。这就是你们夫妻相处之道吧？我说过了，她不是我妈，我妈早死了。看来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。其实阿姨说的有道理，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就要互相忍让，我们男人退一步，女人就海阔天空。安哥喝茶。来，喝茶，亲家喝茶。好啦，不必送了，慢走啊。我回家再打给你。Megan，
知不知道，你刚才那样说话，让你苏珊阿姨很难堪。没事，我们走吧。不行，我今天一定要把话说清楚。好啊，说清楚也好，避免以后有什么误会。我知道你对我这个爸爸很不满意，可是这件事你必须向苏珊阿姨道歉。我为什么要向她道歉？我说错什么了？我妈真的早死了，而且我刚刚已经跟你说过了，这是我们的家事，她一个外人为什么要来搅和？我也说了，是我叫苏珊陪我一起过来的。是你说的，所有事情都是你一个人的决定，你从来没有问过我，我也没有同意过。你要我接受她，那我可以为了这件事情跟你道歉。对不起，我做不到。都叫你不要讲了，你偏不听，给你气死了。Check and side, check and 3 step turn, time step and shut one. 长大以后，我才知道，那个教会我跳舞的人，不会陪我走到最后。原来，没有所谓的永远。我们最需要依靠的时候，往往都是一个人挺过去的。就算偶尔感到一些疲惫，别让往事啊，新加坡真的好热呀！怎么回事？啊，哎，干嘛坐我的位？你的位？这明明没人坐，怎么会是你的位置啊？我把纸巾放在这，你没看见吗？这上面没写你的名字啊，我怎么知道啊？哎，又是个不懂规矩的外地人。我告诉你，我纸巾放在这，这就是我的位置了。你这个人还讲不讲道理啊？哦，纸巾放在哪就是你的位置，哪有这样的道理啊？这不是道理，这是我们的规定。诶，真的是你啊 ，Uncle， 怎么是你啊？这位大哥，不好意思啊，他刚到这里，不是很了解这里的文化，对不起啊。对不起啊，不好意思啊，这是我们这里不成文的规定，只要纸巾放在哪一张桌子，就表示那个位置是有人的。哦，原来真是这样啊！哎，对了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哦，我就住这里附近啊。那么巧，我也是哎。真的啊？啊，没想到我们还真有缘分哈。对了，你过来买午餐啊？啊，我上网听说这里的拉克萨很有名，所以我过来打包一份。对对对，很有名，我也正要去买，一起吧。好。来来来，就是这里了。苏珊啊，哎，我给你们介绍，这位叫苏珊，这里的老板。这位是，哎呀，你看我顾着和你聊天，都忘了请教你贵姓。哦，我姓黄，你们叫我丽娇就行。黄色的黄。啊，对啊。哦，美丽的丽，娇嫩的娇。庆发的女儿也叫黄丽娇。难怪我就觉得你特别亲切，看来我们是真的有缘呐。丽娇这个名字好，果然是长得美丽又娇媚哦。别夸我，我特别容易骄傲。你们哪里认识的？哦，他是我之前的乘客。其实我不是。我知道啊。你知道？你知道我之前不是你的乘客？对啊。对不起哦。没事没事，都过去了。不过下次不可以这样哦。嗯。别光站在这里说话，来给我啊，去坐吧。哦，谢谢谢谢。来，过去那边坐吧。好好好。来来来，坐这里吧。想喝点什么？这还能唱卡拉 OK 啊？对呀。想唱一首吗？好啊。
庆芳，喝多了。他已经很久没有那么开心了。我也特别开心，真的。大概是你让他想起了自己的女儿吧。他们两父女啊，才刚吵过架。自从他妻子去世了以后，他们的关系啊就一直不好。可能也因为我吧。哎，你就住这附近吗？哦，对。那你以后啊多来玩，他看见你啊就开心了。真的吗？嗯，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。我确实在这里也没几个朋友。以后啊，我们就是朋友啊。真的，太好了，谢谢你。一整个晚上不见人影，去哪里玩了？我在小贩中心碰到了朋友。这么快就认识新朋友了？是啊，我刚到新加坡的时候，碰到了一个不收我车费的师傅，他人特别好。我们刚刚又遇上了，他还叫我去开的小酒馆里面吃饭唱歌呢。有那么好的事情？所以说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比较多，不像那个八婆。你口中的那个 Megan 呢，其实也不算是什么坏人了，她只不过是，可能性格比较冷漠。我看是无情吧，你不用听他说话，像这种人我见多了，自恃条件好就目中无人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顺便提醒你一下，你口中那个目中无人的女人呢，现在可是我们的债主，我明天还要找她还钱。还什么钱？你的那个医药费，要不是他帮忙垫着的话，你以为你可以在医院留宿吗？哎，你搞错了吧？他帮的是你，不是我。当初向 Megan 借钱的人是你啊。可是用钱的人是你啊。对呀，我没向他借钱，我借的是你的钱，不是他的钱，一码归一码。所以是我欠你，你欠他，而不是我欠他。我开始有点怀疑，我是不是真的遇上骗子？好吃。关灯。去哪儿买的？哦，你说当律师有这么赚钱吗？他这种人住这么好的房子，是不是太浪费了？我警告你，等下看到人家不准乱说话。哎，为什么不直接给他汇款就算了？因为人家帮我们一个大忙啊，我要亲自来谢谢人家的。你还送那么多礼物？是的，不要乱说话，记得吗？深呼吸，准备好了。嗨，我还以为是谁呢？啊，我们是来还你钱的，这里有一半，另外一半我下个月再还给你。谢谢你啊！啊，还有这个是请你吃的。不要了。你怎么还跟这种人混在一起啊？我们现在是室友了。啊，对了，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，他之前其实是他自己摆了个乌龙，他根本就没有患什么癌症。听见了吗？不好意思让你失望了，我现在身体健康，没有癌症，不会那么快死了。我不是跟你说过他是骗子吗？你为什么还要相信他？是阿邦心地善良，他心甘情愿收留我的。心地善良。你以后要是被他骗，不要来找我帮忙。对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我们才不需要你帮呢。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。你怎么说话？你安好心吗？你开门！干嘛？刚才跟我说什么了？干嘛？我没说完呢。不是叫你不要乱讲话，跟人家吵架，走吧。走了，走了。哎，气死我了！
像这种人肯定没有好下场。真搞不懂你们两个，一见面就吵架，八字不合嘛。因为他硬要说我是骗子呀，像这种人肯定会孤独终老。对。哎，你怎么了？怎么那么不小心啊？老张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是故意要杀死你的。这是谁呀？纸做的，没有什么好怕的。我没有在怕啊，我就是睡不好。心不安，自然睡不好。买点香烛回去拜拜吧。人活一世，虽然担保自己没有做过对不起别人的事，总会有不少冤亲债主。有神拜神，有鬼拜鬼，就当做超度吧，拜了求个心安。老张，你多收一点啊！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啊，老张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你大人有大量啊，不要和我这种小人计较啊，老张。你不死都死了啊！你看在我们多年的情分上，你就放过我吧，好不好？黄立桥，你在干嘛？露天焚烧会被抓的，要是被邻居投诉，我们就死定了。楼下的电箱不晓得什么时候坏了，已经有人在修了，应该很快就会修好了吧？唉。你干嘛不说话？平时不是很多话说的吗？我今天不想说话。你刚才在拜些什么东西？吓死了你！哎，总之你要是想要拜神的话呢，你可以告诉我，我可以带你去拜拜。楼下是不可以随便烧东西。我知道。哎呀，累死我了！我才一段时间没有在酒店上班，今天去当个临时工，身体就酸痛成这个样子，受不了。哦，对了，崔姐有跟我提到说，她认识一间什么中介公司，说有可能可以给我们介绍工作。要快一点找到工作了，要不然也不会长时间逗留在这里。老公，我想跟你说一个秘密。我杀了人。就算偶尔留下